OK，那下一步就是绑骨。一般来说 ，root 这个骨骼也不会动啊，我会把 root 的选择属性也去掉 root。然后呢，我们选它的时候，就刚才这3个东西，一个 root， 2张静态的图，选的时候只能在这个树状图里面去选中它。那么现在我在 root 下创建一个骨骼，这个骨骼呢，我会放在这儿吧，放在沙发下面，一般是以这个东西主体。这样考虑它的中心点，大概在这个位置啊，沙发的下面，然后把这两张图全绑到这个骨骼下。看，我现在能移动这个骨骼啊，然后这2个图也会跟着走。之后呢，就是考虑到沙发上面做的这个人物，然后它的这个点应该放在哪儿呢？它的点我觉得应该从脚下开始，是吧？从脚下开始，其实无所谓啊，放到屁股下面也行。屁股下面，这应该是他现在坐着的这个重心的位置啊。放到屁股下面，这个应该是角色的这个主体的点啊，放在屁股下。如果他是站着呢，就放在脚下。好，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角色，取消骨骼选中的这个属性，选中所有的角色的图片啊，都选中了，然后把它呢绑到骨骼下面，把这个属性再打开，绑到这根骨骼下。好了，这就是主骨，角色的主骨，下面是整个带着沙发的主骨啊，角色的主骨，这个分得清楚一点。你比如说改个名字 Lloyd 啊 Lloyd， 那么下面是新创建的骨骼都是 Lloyd。好，这是它的主骨在屁股下面，然后呢开始创建身体的主骨。一般来说还是在这个地方，在终点啊，这个躯干的终点，摁 N 键是新建骨骼啊，刚才摁 N 键新创建的骨骼，这是它的身体的终点。然后呢是躯干啊，躯干一般写实的角色呢，我会创建2根骨骼，它的躯干可能会有一点弯曲啊，这个低一点。啊，你看你只要选中这根骨骼啊，不用选中，你只要放到这个骨骼上，然后它前面就会出现一个红点。这个红点呢可以改变这个骨骼的长度。咦，为什么没改？刚才为什么不改呢？现在可以了，奇怪啊，不管了 ，never mind。好，这是2根主骨啊，2根主骨，躯干的骨骼。然后第3根骨骼呢，一般是创建它的脖子，当然它的这个透视目前看不到脖子啊，所以你考虑一下头部的它头部在脖子上这个终点，如果是这个姿势的话，那这个地方这个终点可能是在这儿。这个点呢是头部要旋转的这个中心点，你可以试一下。我们先把头部整个的这一部分都绑到这根骨骼上。插一个这个，好，这是头部，然后把它注意啊，你看我是在插槽模式下把这个点下去了，插槽模式下按 P 键绑定到这根骨骼上啊，这是头部，然后你可以旋转一下，这个姿势是没问题的，对吧？这个位置啊可以。然后现在呢就是看一下图层啊，其实图层有点问题，刚才我们上来选中的这都是头部。头部呢，应该就是按它目前这个姿势的顺序来判断，应该它的左手跟报纸是在最上层的。现在我们往下移，看这个头部跑到报纸前面来了，这就不正常了。虽然在整个动画当中呢，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报纸遮住头部的这个姿势，但是我们要养成一个好的分层的习惯啊。所以这3层啊，要放到最上面，这是一个好的分层习惯啊。它也一样，应该在这个地方，这样。对吧？所以有的时候，一般情况大臂跟小臂和手都要单分出来。好，这是头部的骨骼，然后呢，还是选中躯干上面这个骨骼，肩膀一根骨骼，然后是大臂到手腕，手这是右手，右手呢，如果我们画的细一点呢，它可能手指会有一点动作。枪啊，枪。这个枪呢，应该是像这个武器呢，它的骨骼应该怎么创建呢？
如果单给枪一个骨骼，那么考虑的这个中心点的位置就是手握住枪的位置，那大概就在这个地方啊。这骨骼这么放也可以，这么放也可以，无所谓。但这个终点起点一定是这个武器被拿住的这个地方，这是枪。好，然后是它的左臂啊，左肩膀一个骨骼，左臂到这儿。手腕左手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是报纸呢也是被拿住的地方，它被拿住，被大拇指捏住的地方大概是在，也就是这块，对吧？所以报纸给一个骨骼是这样，这样也行，都可以。但是呢，以这个骨骼为主，它是报纸的骨骼，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，这种弯曲。注意啊，它是双面的报纸啊，前面一张报纸，后面还有一张报纸，所以后面我再给这个报纸一个骨骼是这样的。然后是下面这个地方报纸2根骨骼简单一点，所以呢报纸选中报纸，然后绑定这5根骨骼，这是报纸的前面这一页，后面呢就是绑定就这3根吧，绑定这3根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它可以，然后就可以做一点这种动作后面这个地方就有点问题了，后面这个地方，所以它可能还是要绑定一下后面这个骨骼，选中，然后呢，摁 ESC 退出选择状态，选择 Auto。这个 4.1 这个版本就是在绑定的时候，它会自动隐藏这个面板啊，得摁一下 ESC 才能显示这个东西。看一下，所以避免刚才旋转的问题呢，我们要给它增加一点权重，这几个点刷的大一点好，这样。我们其实主要是动这根骨骼报纸的这个骨骼。好，那下面呢就是绑定这个小臂，像这种我直接是摁 P 键绑到上面，手指左手绑到这儿。好，大概这个意思。这个呢就得用网格来绑定了，因为它是架在这个胳膊上的架在这个腿上的左腿上的，所以它的大臂可能不会出现过分的这种往左偏的这种情况。好，这个它的先不绑左半身看看这个怎么绑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种长的衣服应该怎么绑呢？一般来说，我的解决办法是在这根骨骼下在主骨下左右各再给一根骨骼，给一个点，这个点是专门定位腰部位置的专门定位这个腰部位置的。裙子你也可以这样绑然后从这个地方再顺下来2到3根骨骼，这个地方呢是绑定衣服的下摆下摆这个地方。这儿呢就要可以给这样一根骨骼让它垂下来垂下来。这儿也可以给一个骨骼垂下来。有的时候我还再绑一个 IK 锁定到这根骨骼上这个根据情况嘛，看实际情况，对吧？所以呢这个地方我觉得再用网格分一下，必要的情况可能还是要把大臂拆出来所以每个角色的情况都不一样，有的时候一边做就得一边思考一边修改。好，那他呢应该刚才绑了一个肩膀、大臂，然后身上这3根骨骼，这样来绑，刷新一下它的权重。NESC 刷新一下权重，看看情况这个不一定能，最后结果不一定合适，还可以还可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可以了你看你在摆这个身体的时候，下摆也不会遇到这种过分扭曲的情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2个骨骼是绑定在中间这根骨骼上的。好，然后它的左半边绑定这几根骨骼，看一下，还好还好，是吧？没问题。然后呢是身体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应该加线中间这个部分中间这个部分
是腰部的位置，这儿一定要加线。虽然它可能不是过分的，不会过分的这种扭曲，但是还是养成好的习惯。胸部也一样，胸部这个地方，你看它要绑定这2根骨骼，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稍微给几根线啊，避免这种过分的扭曲。那么现在可以绑了，哎，下面骨骼还没创建完呢，一会儿再做啊。看，这样，这儿穿帮了是吧？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下半身还没绑呢啊，下半身要选中中间这根主骨，躯干的主骨，然后呢往下先给一个骨骼。这个骨骼呢是区分上下半身用的，上面是上半身，下面是下半身。有的时候呢，它会直接在这个骨骼下直接创建2条腿，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只要它没有这种过分的这种扭曲啊。我习惯呢是用一个小骨骼给它分一下。好，大腿、小腿直接到这个位置，到脚腕。别到这儿啊，千万别这么分啊！不要这么分，别被图像迷惑。所有的骨骼都是以这个人物的结构为准的。这是左腿，然后右腿呢大概是从这个地方，到脚腕，脚好，看一下啊，然后先把这个绑定给它区分一下啊，就是中间这个，把下面这个骨骼绑上，这样呢，重新刷一下权重。你看现在不会穿帮了，对吧？下半身分开了。大腿这个大腿呢，就直接绑定在，它就直接绑在这个骨骼上吧，就这样就行了。然后这条大腿上半部分，它应该是2根骨骼，一个它。一个它，这2根骨骼，我们看看权重有没有问题啊？还好，还好，这样就行了。为什么我这大腿这么分呢？其实这么分是不太对的啊。实际如果厚图的话，我可能就直接把这个前面这一部分，我就直接这么全拆开了。我没有那么拆的原因呢，是当时可能过分考虑它的线条啊，因为它是以线条，它是线条造型嘛，线条造型，它中间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，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，所以我就以这个地方的线为考虑把它分开了，其实实际上应该是把前面这一部分分开啊。OK， 好，然后是这一条，这个大腿小腿直接绑定到这根骨就可以了。这样，咦，没绑上好。然后这个小腿这个裤管呢，裤管其实应该带一点飘动啊，所以我们给它一点这种小的这种。前面一个骨骼，后面一个骨骼，可以带一点这个飘动，包括它也是，别浪费咱们的拆图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可以绑定这3根骨骼，这个呢再加2根这个骨骼，对吧？然后更新一下权重，效果可以做一点这种微小的这种飘动当然它是这个权重有点影响的。它是应该网格不够所以加几个点，权重稍微调整一下橘黄色的这个权重呢，就不要过分影响上面这一部分了，稍微给它刷小一点。然后紫色的也是不要过分影响上面，它呢只是做这种小的飘动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后面这根骨骼怎么绑呢？那就是绑定这2根骨骼就可以了，绑它也可以啊，我觉得无所谓了。看，是吧？这也一样，我们看一下权重有没有问题。对上面影响太多了，是吧？拣选那拣选，这个呢加选，这根骨骼控制的多一点，就是裤管稍微做一点这个父子关系错了，这个应该是直接绑到这根骨骼下，修整一下。好了，然后脚腕是
小腿跟脚啊，分得再细一点呢，应该把脚拆出来啊。OK， 然后调整一下权重啊，这是脚的部分，脚的部分对上面影响稍微小一点。哎，这样，然后它的左脚啊，左脚，看一下，对吧？脚部对脚踝关节影响太多了，所以呢，减选啊，减选一点。还有哪儿啊？手呢是这个手可以直接绑定到这根骨骼上，然后手枪绑定到这根骨骼上。刚才是不是还差了一个东西？这个部分，它的右腿绑定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整个身体呢就，绑定完成。右手啊，这样绑一下，对吧？因为还有这2根手指的骨骼，它不一定动啊，不一定动，但是我也给它做开了，所以做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它的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应该其实它的这个食指应该拆出来啊。那既然已经这样做了，就是加几根线来调整一下它的这个权重。像这种情况呢，网格应该这么来分啊，这个就放大调细致一点啊，调细致一点。然后从这个地方注意看，单分出一根线来啊，单分出一根线来，这样就能把它们之间的影响呢稍微减小一点。好，然后先刷新一下权重。再来看一下，注意看这个地方，就是我直接用这个直接调整了啊。像这根骨骼啊，这根骨骼它就不能影响，上面，所以上面这一部分都给它调成0，对吧？紫色的这根骨骼就更不能影响这边了，完全给它分开。啊，这儿可以稍微给一点，我们看看效果，对吧？这就分得比较开了。这个地方呢。给加一点点，给一点这种过渡，只要影响不是过大就可以啊。其实像这种地方，应该是，如果想移动的范围大一点，就要把手指拆开。好，这个地方紫色骨骼呢，上面就更不能影响它了，减少。减少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看手枪如果转起来也是没问题的，因为它的中心点是被握住的位置。好，你要老看我的视频，你会知道我习惯把这个手弄长一点，这样便于选择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绑骨做完啊，绑骨做完。这是角色的分层、网格和绑骨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下次呢，我来做它的 IK 啊，做 IK 和一些约束动画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